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自从这只手机推出以来，这个敲碗我们评测的留言都从来没有间断过啊。vivo 自己甚至还用了满分旗舰来形容它，看来 vivo 对这代的产品真的很有信心啊！所以当然不能辜负大家的敲碗，这不就来了吗？它就是我手上的 vivo 最新旗舰 vivo X100 Pro。不过说回来，这支影片虽然不是首发，但我手上的这支 X100 Pro， 我们已经整整拍了1个多月。有在追踪我们 IG 的朋友就知道，我们的 CES 之旅也有带上它，途中真的拍了很多的美照。CES 也就是全球最盛大举办的消费电子大展今年也在美国的一座沙漠中的天堂 Las Vegas 举办。这趟旅途当中，我带了非常多手机，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好啦，有点扯远了，但我想说的是，这趟 CES 我全程都在拍照而且场景都是真实的旅途实战，所以实拍的参考价值我觉得很高。而 X100 Pro 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几乎全场景它都显得非常从容，包括日拍不用说，人像、夜景、低光、望远、微距，不只是硬体都有，而是只要你想要拍照，它就可以胜任。尤其是主镜头和长焦，你很难找到它 hold 不住的场景。这次的相机我拍下来的总结就是，真的有料，无话可说。没有啦，怎么可能？其实有很多话要跟大家分享。不过除此之外 ，vivo 之所以敢叫它满分旗舰，原因也很简单，这代不只是相机强，包括效能、续航、快充、萤幕色域色准以及萤幕亮度，全部都采用了不错的硬体规格。然后这支的萤幕亮度也是真的很猛，这个等一下实测就知道了。这期节目我们就全面带大家来看一堆人敲碗，而且各家评价都很好的 vivo 2024旗舰手机 vivo X100 Pro 是不是真的这么强？在数据测试之下的实际表现究竟如何呢？那我们就开始喽。vivo X100 系列目前有2只手机，一只是我左手的 X100， 另一只则是我右手边的 X100 Pro。这边也先说，本期影片主要会 X100 Pro 的实测为主。2只手机在外观 ID 上非常相近，都是 Oreo 模组作为主要视觉。比较大的差异反而是镜头旁边一整圈的不锈钢镜头环 ，X100 的重心是在右边，而 X100 Pro 的重心则是在下方。颜色都一样 ，X100 有辨识度超级高的星际蓝以及陨石黑2款。而 X100 Pro 则多了徐日橙，3款其实都做得非常精致漂亮，我觉得这很有必要，毕竟 Oreo 设计相对普通，所以你可以看到 vivo 在镜组中间加上了 Zeiss 和 T-Star Coating 的 logo，3个颜色也都选用非常特别的工艺处理，让整体的辨识度更高一些。在手感上 ，vivo X100 系列都采用了双曲面设计，边缘过度圆润，不过镜头的模组的确偏大，所以多少会碰到镜头下半部，不过也还好。下面这颗不是镜头，而是感测器，所以影响不大。另外还有一个小亮点 ，X100 Pro 在 6.78 寸的大萤幕，相机模组堆满，电池给到等效5400毫安时，也就是主要规格都塞满的前提之下，重量还控制在225克，这个表现是真的不错。而在机身配置上，按钮集中在右侧，卡槽在底部，采用双面双 SIM 卡的设计，同时还支援了 eSIM， 全部都有，给个好评。并且顶部还有红外线模组，所以可以直接用手机开关冷气、电视转台等等。此外 ，X100 Pro 也支援了 IP68 防尘防水，装内也直接随附了可以启动 X100 Pro 100瓦快充的120瓦快充组，一个保护套，萤幕也贴好了塑胶保贴，在外观和配件上诚意都够。此外 ，X100 Pro 同样采用线性马达，震动回馈上清脆利落，不过预设的震动偏小，我会建议在系统中稍微调大会比较刚好一点。接着来看大家最期待的相机，这代的 X100 Pro 在相机硬体上没有意外的同样堆好堆满，采用了3颗5000万的相机。首先是主镜头部分，采用了大家很熟悉的 Sony IMX989 这颗5000万画素的1寸大感光元件，并且有着 f1.7 大光圈，也支援 OS 光学防手震。第2颗则是同样50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光圈 f2.0， 用的是三星2.76寸的 JN1 感光元件。而最后一颗就是这次重点中的重点，5000万画素的100mm， 也就是4.3倍，与蔡司深度合作研发的 APO 超级长焦镜头。这颗长焦真的非常强，等一下会详细来聊。采用的是大家熟悉的1/2寸 OV64B 感光元件，不过因为 vivo 这次用的是4.3倍的长焦，应该多少是为了控制体积，所以实际用到的成像范围大约是2.5分之1寸的大小。
看规格，我觉得就是一支中规中矩的旗舰。但如果真的是这样，也不会有一堆人来敲碗嘛，所以肯定是不止规格强。X100 Pro 实际上我觉得强在2个面向，一是光学品质，另一个则是演算法。先来聊聊光学品质为什么重要。举个例子，X100 Pro 的长焦采用的是 OV64B 感光元件，这颗镜头就是一个常规方案，并不算稀有所以各家其实都能用上同样的硬体啦。但是光学品质好不好，直接能影响了夜拍会不会白白雾雾的，遇到路灯会不会产生耀光，或是从远处拍会不会雾蒙蒙的。而这些都是规格看不出来的地方，但是都跟光学品质有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先放几组样张，大家都懂了。这组照片我自己非常喜欢，就是我在前往 CES 的旅途中，从旧金山转机到拉斯维加斯，搭着小飞机，飞行时有些颠簸，从一片不怎么透亮的飞机窗户往下拍，高空拍到的云层和山峦层次非常漂亮，并且最让我惊艳的，放大来看，人线立体，细节丰富。别忘了，这是一张从高空往下拍摄的照片小飞机上的晃动是非常明显的，并且飞机移动速度很快，美景可以说是稍纵即逝。光是能够对准，这谢天谢地了，没有糊掉，还要保留细节，都占了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在长焦之下，要拍出这样的照片，真的不容易。又或者是这张在拉斯维加斯的街景，这时候大概是1月份晚上的10点半，Vegas 的天空其实已经暗下来了。当时天气干冷，气温91度，但灯火通明的城市高楼又重新点亮了干净的夜空。并且即使是晚上10点半，也无法难倒 X100 Pro 的这颗长焦，拍出一张具有长焦压缩感却又细节丰富的城市夜景。最后这张我也超级喜欢，同样是在 Vegas， 我们来到了鲨鱼礁，这是一座建立在沙漠中的水族馆，都叫做鲨鱼礁了，重点当然就是鲨鱼。这张照片是馆内鲨鱼缸的其中一面，鱼缸非常亮，但展场里面非常暗，这个场景真的非常难拍，加上鲨鱼游过来的都只有1-2秒的时间。我们大概等了15分钟，本来都想说作罢了，结果鲨鱼突然就游过来了，我赶快打开相机切到100mm， 快门一按，这个瞬间真的超级值得。这个场景不止非常考验手机抓拍和即时运算的能力，也是在修身养性、训练耐心，可以说是一场修炼啊。对了，我想提一个点，也是这次我很喜欢的，上面的样张全部都是直出无修图。X100 Pro 对于光影的掌握度真的非常好，它不会为了展示 HDR 有多强、演算法有多厉害，而刻意的把自然的暗部提亮。感觉 Vivo 是大量的训练这套演算法，并且针对场景最佳化下了很多功夫。它完全知道什么时候要积极 HDR， 而什么时候要保留光影对比。我觉得这也是省心的原因之一。尤其看这几组黑白的样张就很清楚，画面是不是很有感觉呢？不过聊回来，讲了这么多，我想说的重点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仔细思考，这3个场景其实对一般手机来说都是非常难拍的魔王关。更不用说过往一般手机的长焦，光是要拍清楚就不容易，根本不会想去从高空往下拍，拍出通透明亮的城市夜景。尤其用长焦来配低光源、大逆光，甚至还要有高速追焦能力的水族馆，这完全是过去无法想象的。而这次的长焦之所以可以达到这样的表现，我觉得主要有3个面向。一个是感光元件在水准上，感光元件用的是 OV64B， 体质不差，也是目前最常看到的长焦 sensor。但后面这2个更重要。第二个是 Vivo 这代同样采用了自主研发的 V3 影像晶片，搭配上天玑9300，可以达成更快的 ISP 运算，也让长焦低光抓拍和 HDR 合成成为可能。尤其你看鲨鱼，停止游动就会死掉的鲨鱼，你怎么可能叫它停下来？最后一个是光学体质真的好。Vivo 跟他的好朋友蔡司在这次的竞组光学特性上下了非常多功夫。讲重点的话，镜头的表面采用了 Multi ALD 的 T-Star 抗反射镀膜，可以有效的减缓外部光源，并保证进到感光元件的光线更加干净，不受干扰。同时，这次 Vivo 也在潜望长焦模组的内部下了功夫，他们采用了浮动长焦的方案，透过多组镜片做到体积缩减。并且也让 X100 Pro 的这颗长焦可以在拍出纯净通透画面的同时，达成最短18公分的对焦距离，所以对焦距离很近，又有4.3倍长焦。Vivo 也在 X100 Pro 给了长焦微距的功能，同时也还保留大家熟悉的超广角微距，等于说不用选，2种都给你。那有什么差异呢？超广角微距就是把手机贴到物体进行拍摄，优点是直觉，
但缺点是手机常常会挡到光线，让画面有阴影或进光量不足。而长焦微距就可以远远的拍，并且有着压缩距离的空间感，很适合拿来拍一些植物、小物或是动物特写等等。只要在相机界面中点选超微距，就能开启长焦微距，并且在这个模式下 ，vivo 还做了一套专属的对焦演算法。当系统侦测到你想要拍摄的微距主体之后，系统就会自动锁定，将重点尽量锁定在画面的中心区域。长焦微距我觉得是创作上非常有趣的一颗镜头，我这边也提供几组随手拍的样张让大家参考。此外，刚才有提到 vivo 跟蔡司在光学上有许多深度合作，那最直接的反映在2个地方。蔡司给 vivo 的这颗长焦冠上了 APO 的认证 ，APO 在蔡司的概念当中，直接就是最顶光学表现的意思。而 vivo 这边则是直接拿出了长焦旋日当成了宣传重点啊！长焦旋日是什么意思？就是拿手机长焦直接去对着太阳拍啊？为什么拍太阳这么重要啊？不就是拍太阳吗？不，拍太阳真的非常难啊！一来是考验相机的宽容度，第二是手持的拍摄稳定度，最后这个最难。太阳很亮啊，基本上手机的镜头在光学特性上一定是撑不住的，但是拍夕阳的话就有点机会了。但是你看，一般手机对着夕阳拍，要么 HDR 会有运算失误，要不然就是会有一大片光晕的运算痕迹。而 vivo 之所以要宣传长焦旋日，一来是的确达成了手机也可以拍夕阳美照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更像是在证明这颗长焦的光学体质是真的好，连对着太阳上也没问题。这边直接提供一组 X100 Pro 对比其他旗舰拍太阳的样张让大家参考。最后，我觉得2024旗舰手机的相机真的没必要我继续讲下去，其实大家都在水准之上。那与其听我讲，我觉得大家应该先看样张，自己感受一下。接着 vivo 还有一个稳定的强项，就是人像摄影。vivo 直接提供了24、35、50、85、100几个主要焦段可以快速选择。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也可以点开右边这里，就能看到每个镜头建议的使用场景，并且在散景特效上也与蔡司联名打造了几款特效，像是 Biotar， 蛮特别的 B Speed， 也就是拍起来背后的光点会呈现弧形三角形 ，Sonar、Planner、Histogram， 还有2个特别的特效，第一个叫做 Scene Flare， 也就是系统会自动模拟光线来源，加上太阳耀光。第二个叫做 Cinematic， 眼睛锐利的你应该发现了，它居然能够重现电影感变形镜头的拉伸散景，而且效果自然，要不是下面有浮水印，要不然很难相信这是用手机拍出来的。以下我也提供大量的人像对比实拍让大家参考，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在拍摄的当下我们还没有拿到 S24， 所以只能先提供 iPhone 15 Pro Max 和 Pixel 8 Pro 的对比让大家参考，其他之后补上。
对了 ，X100 Pro 有一个抓拍模式，表现也不错，来机组用章。这次也有时光慢门，可以拿来拍车轨，也来组样章。最后录影，今天的篇幅不够了啊，我就先讲重点，其他有机会之后再展开来聊。第一个地方是 X100 Pro 也可以支援最高 4K60 的录影规格，并且很棒啊，它是在 4K60 之下也做到了3颗镜头的即时切换功能，并且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切换的表现还蛮流畅的。不过在目前的版本之下，3颗镜头的曝光会有差异，期待之后可以再透过更新最佳化。录影功能我也讲一个，叫做电影人像，也就是在录影的同时，系统会及时运算背景的虚化效果。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X100 Pro 也达成了 4K 30的电影人像录影之外，也是首款可以先录影后对焦的 Android 旗舰，这应该也是受益于 V3 的独立影像晶片达成的功能。我这边也提供一段与 iPhone 15 Pro Max 人像录影的差异让大家参考。好，这个相机的篇幅有点爆掉了，我们接着赶快来看萤幕表现。接着我们就来看邦尼必测的萤幕表现。这次在 X100 Pro 上的这块萤幕主要有 BOE 和微信诺2家供应，台湾主要应该是微信诺。那经过查询，我们手上的2只 X100 Pro 也都是微信诺供应的 AMOLED 荧幕，规格上解析度达到2800乘以1260，也就是超越 Full HD， 大约是 1.5K 的解析度。技术上采用 BOE 的 8T LTPO， 可以达到最低1 Hz 到最高120 Hz 的动态更新率。系统也能正常显示，萤幕在静止之下的确可以降到1 Hz 的更新频率。此外，根据官方标示，这块萤幕可以达到3000尼特的峰值亮度啊，并且拥有2160 Hz 的高频 PWM， 这些我们等一下都会详细来测。另外，在设定中 ，X100 Pro 也有自动调整环境色温的功能，这个根据需求开启即可。不过我有发现，这块萤幕在侧看时的亮度衰减会略为明显，从底部会有一点彩虹效应，而其他面向的第一观感都还不错。最后 ，X100 Pro 也支援情境式桌布，也就是你看，在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界面之下，系统时间旁边有一圈小小的星球环，点亮萤幕之后就会接续到展开星球，最后见到桌面，星球又完全展开来了。不过目前只有展开的动画，关闭萤幕的话就是直接关闭，没有倒转然后收起来的动画。好，先聊到这里，我们进入到实测环节。首先来测萤幕亮度 ，vivo 官方宣称这块萤幕支援了最高3000尼特的峰值亮度。但是在邦尼的频道实测才是最准的。我们直接实测 X100 Pro 在全白萤幕亮度下可以轻松达到1330尼特，达到第一梯队的表现。并且最猛的地方来了，经过我们实测，这块萤幕的峰值亮度可以一举飙到2930尼特，这个非常猛啊，也很接近官方标示的3000尼特，已经在误差范围之内。不过在 HDR 影像10%左右的显示面积下，却会降到1910尼特左右。不过这个结果也已经很不错了。看完亮度还不够，接着要来看色域色准。在显色表现上 ，vivo 提供了标准、专业和艳丽3档选择。在关闭自动环境色温后，还可以手动调整白平衡。我这边全部的显示模式都测了，直接讲重点。vivo 的专业模式对应的就是 sRGB 色域，所以这时候的色域覆盖也会被限缩在 sRGB 之下。经过我们实测，可以达到 99.47% 的 sRGB 色域覆盖，并且色准也是顶级表现。这时候的 Delta E 只有 0.53， 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够准，小于1就是顶级色准的意思。而在标准模式之下，就是对应 DCI-P3 色域。实测可以达到 99.62% 的 DCI-P3 色域，不过 CCT 设定在讨眼球的 7500K 左右，这时候的 Delta E 落在 8.55， 明显是更加讨眼球的调教取向。但是 vivo 其实也把准的选项藏在设定中了，只要把下面这个白偏调整为暖，这时候就可以达到 99% 的 DCI-P3 覆盖，以及 Delta E 0.85 的顶级表现。最后，艳丽模式没有在管标准，完全释放萤幕潜能，把显色完全撑满。所以这时候我们看 ratio 大家都懂了，可以达到 110% 的 DCI-P3， 基本上建议大家在标准和专业选择即可。最后来测 PWM， 经过我们实测，这块萤幕的确可以达到2160 Hz 多的 PWM， 没有虚标。好啦，萤幕就到这里测完了。
所有的数据测好测满，还请大家多多订阅邦尼，按一下订阅按钮支持了。订阅完全免费，但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支持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最后在音效上 ，X100 Pro 同样搭载双喇叭，并且在插上耳机的状态下，也可以开启 Hi-Fi 音质的选项。但尾邦尼也会提供一组外放与各家旗舰的对比，让大家参考。而在大家关心的效能测试上，我们手上的 X100 Pro 搭载的是性能表现很不错的联发科天玑9300处理器，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程。最大的特色就是这8颗核心的处理器，8颗核心都是大核，采用4颗大核加4颗超大核的架构，完全没有小核。重点是论峰值效能的话，发哥的这颗处理器真的不错，不只是 CPU、GPU 的峰值效能达标，能耗表现也好，对比顶级的 Snapdragon A Gen 3以及苹果的 A17 Pro 也完全不逊色。并且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 ，vivo 也深度的参与了天玑9300的研发过程，并且在发表会也直接说了，未来的天玑9400、9500都会继续跟着发哥共同努力。看来天玑想要翻盘相机表现，那 vivo 这班列车真的不能错过啊！其他规格上 ，vivo 也给的很有诚意。X100 Pro 搭配的是 LPDDR5X 16GB 的 RAM 以及 UFS 4.0 512GB 的 ROM， 所有跑分测试表格以下提供，项目很多，我们也都会更新到 xbonny.com，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啦。接着就直接进入到重点，也就是效能实测。先来看 CPU 表现 ，X100 Pro 这颗天玑9300，经过我们实测，单核大约是1619分，多核6654分，加上起上一代的天玑9200 Plus， 单核提升了 10.8%， 多核就很猛了，提升 38%。对比隔壁棚的 A Gen 3， 单核略低 3.2%， 但在多核上，天玑9300就翻盘了。受益于8大核的架构 ，X100 Pro 有着高于 A Gen 3 4% 的表现。单核大约是 A17 Pro 的 75%， 但是多核则比 A17 Pro 强了 9.1%。不过这其实还不是天玑9300的完全实力 ，vivo 在国际版的调教感觉略为保守，应该多少有能耗上的考量。但你看跑分就知道，其实这个表现也已经很强啦。而在 GPU 上，我们测 SunnyMark Wildlife Stream， 在一般模式中 ，X100 Pro 拿下4654分，这个表现相当起上一代的天玑9200 Plus 提升了 28.4%。高于苹果 A17 Pro 18.6%， 不过低于 A Gen 3的5053分。总之啊，天玑9300的理论效能不错，不过 vivo 在跑分上趋于保守。我们直接进入到实战表现吧。邦尼团队今年一样，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在26度左右。PUBG 之后在旗舰当中没有必要就不测了，对这些旗舰来说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压力。我们就直接来测负载更重的原神须弥 X100 Pro 在最高画质连续玩30分钟后，平均帧数落在 59.2帧。你没看错 ，X100 Pro 不是游戏手机啊，可以在原神中跑出 59.2帧，这个表现真的不错。重点是温度控制也 OK， 实测正反两面都在41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把强度拉高，来测崩铁 X100 Pro 在最高画质连续玩30分钟后，平均帧数落在 53.6帧。正反两面也都只有41度上下，以均衡旗舰来说，这个游戏表现完全是给过的。最后我们来看 SunnyMark 20轮的压力测试，稳定度达到 47.5%， 最高温来到43度左右。在烧 GPU 的测试中 ，X100 Pro 就相对保守了，没有游戏那么放得开。整体来说，天玑9300的效能完全不用担心，真的是发哥端出来的一道好料啊！我们也顺手测了一下，这一代同样可以稳定通过 4K 60连续1个半小时的录影测试。实测正面大约是43度左右，这个温度有点略高，背面则是控制在40度左右。而在续航力部分 ，X100 Pro 采用双电池串联设计，标准容量为 7.78 伏2700毫安时电池，这也是为什么 vivo 说是等效5400毫安时 3.89 伏的原因。实际续航这个测了就知道。不过好玩的是，虽然 X100 Pro 采用的是一块 1.5K 的萤幕，但 vivo 还是在系统当中提供了 1.5K 和 Full HD， 也就是 1080p 两种模式选择，让你可以下调解析度达成省电。先来测 1.5K 120Hz 之下 ，X100 Pro 拿下10小时48分，大约是在刚好1天1充的表现。如果比较在意续航力的朋友，那就会建议大家把更新率调整为智慧档位。在这个模式下，系统就会以停留1 Hz、30 Hz、60 Hz 为主，偶尔可以看得到72和90 Hz 两档，并且你可以看到30和60会不断跳动。原因是 vivo 采用了分层更新率的设定，
也就是在系统层面，影片播放的地方可能是30赫兹，下方的留言停留在60赫兹，而当你滑动的时候，留言又提升到了120赫兹。把不同的内容分层独立控制更新率，这时候的续航表现也可以进一步延长到15小时2分钟，也就是1天1充非常够的程度了。并且从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vivo 就它的 LTPO 控制其实是很积极的，在动态调整萤幕更新率，像是只要你没有操作，萤幕很快的就会切到1赫兹。在观看影片、浏览网页的时候，系统也会很快的在30到90赫兹区间快速调整。不过 vivo 虽然在调低更新率上非常积极，但它也不吝啬在你滑动的时候把120赫兹马上还给你。vivo 也在发表会上提到，因为有了这套新的机制 ，X100 Pro 不需要白名单的设定，全场景都开放120赫兹的高萤幕更新率。而在充电部分，就是 vivo 的拿手好戏了。X100 Pro 提供了最高100瓦的有线快充，以及50瓦的无线快充，也相容15瓦的气无线充电以及无线反向充电。邦尼这边也提供100瓦的快充结果供大家参考。经过实测 ，X100 Pro 有2种充电模式，一个是一般快充，另一个则是超快充模式。当然，我们2个模式都测了。先看一般模式，15分钟就能充满48%，完整充满耗时34分4秒。而在超快充模式下，15分钟就可以充满61%，完整充满只要29分52秒。这完全是前一天忘记充电，出门前稍微插一下就可以出门上班，到公司再慢慢充的程度了。此外 ，vivo 后续也在台上市50瓦的直立无线充电座，在 X100 Pro 上面也可以达到最高50瓦的无线充电。官方数据是25分钟就可以在 X100 Pro 上面充到50%。不过目前台湾还尚未上市，预计会在2月底登场，有机会之后再来测咯。另外，这次还有一个有趣的实用功能 ，vivo 叫做零电急速启动。简单来说，就是手机没电后可以快速开机。如果大家有遇到过，就会知道有些手机一旦没电，就会需要充好一阵子才能重开。而 vivo 这个零电急速启动的功能，在手机电量完全耗完关机之后，只要插上100瓦的原厂充电器 ，X100 Pro 可以很快的重新开机。我们这边也实测，在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之后，我们测了564，最快的一次只要4秒 ，X100 Pro 就会亮起充电的 icon，10多秒之后就会开始开机。最慢的一次也只要40秒左右，手机就会开始自动开机，这个真的蛮实用的。而在生物安全辨识上 ，X100 Pro 同样采用光学萤幕下白光指纹辨识模组，速度和辨识率都不错，只是这个指纹的位置有点靠下，希望未来可以往上调整。此外，这一代同样支援脸部辨识。而在通讯部分，台版同样支援5G， 拥有双实体 SIM 卡槽，也支援eSIM，出国真的很实用。在 WiFi 连接上，虽然官网上的规格表只标记支援 WiFi 6E， 但经过我们实测 ，X100 Pro 可以成功连上 WiFi 7，并且6 GHz 的频段也 OK， 意思就是 X100 Pro 也可以支援 WiFi 7最新的 MLO 网络，在稳定度和速度上都会来得更快。系统上，目前国际版还是采用基于 Android 14的 FunTouch OS 14，在客制化功能上也是该有的都有，包括各种系统主题、AOD 等等客制化功能外，小视窗、游戏磨合、游戏插帧、游戏超解析度、3指下滑截图，相簿里面也有非常丰富的编辑功能，尤其是影片编辑的功能还蛮完整的，想要加配乐、美颜都 OK， 拿来剪日常短片已经非常够用了。不过我还是想敲碗 Origin OS 国际版也能快点登场啦，那套系统是真的很漂亮，也多很多实用的功能，期待尽快有机会登场。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期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的实测，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是邦尼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李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